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知道上个礼拜五，其实川习两人是有通话的。好，接下来当然就是川习两个人要见面了，会在什么场合呢？大家都认为说10月底 APEC 在韩国庆州嘛，这个时间点或许也不错哦。不过中国大陆外交部说两国正在沟通当中，所以还是保密到家，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好，但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国会的众议员代表团史密斯哦，有来跟这个中国这边来会晤。好，那当然中国这边则是说美中的双方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还有共同利益，希望美方同中方按照相互尊重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那也希望国会议员要积极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好，那美众议员也罕见的拜会的是中国大陆的防长，好，强调的是和平解决台海的争议。那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这边的防长董军则说，希望众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要发挥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哦。他说，排除干扰制约的因素，特别是在军事战略上面要防止误解误判。好，所以你看到美国的众议员蛮积极的在跟中方来见面。那我们看到的是美中之间也是有一个角力赛。先看到的是福建舰的3型舰载机弹射成功，那这打击范围蛮大的哦。我们看到是央视新闻的报道，歼15T 还有歼35跟空警600的3型舰载机已经完成了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的着舰训练，那标志着福建舰是具有电子弹射跟回收的能力。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说是玉渊谈天哦，有讲到福建舰有3大看点哦，包含是这个福建舰的打击范围能够覆盖第2岛链，其次是搭建更多不同机型的舰载机，第3是对地区的局势影响力又进一步的增强哦，所以看起来是蛮厉害的。好，那中国大陆看完之后，我们看美方哦，美方的海军也公布了6代机 F-45，这叫熊猫2兰姆达翼型哦，单座双引擎的隐形战机，蛮受大家的瞩目。你看到旁边这个是 F-45熊猫2，还有歼50的沈飞版6代机哦。好，那当然美国海军呢已经签订了这个200亿美元的合约，来推动 F-45进入一个工程研发制造的阶段。那这个被命名 F-45的熊猫2哦，是一款单座双发的隐形战机，可能可以被跟这个命名为歼50的沈飞版6代机相似，所以大家就把这2个拿来做比拟。好，但是呢，他们也主动的曝光，也就是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臭鼬工厂公开了一个新型的高端隐形无人战机，叫做维克蒂斯计划，并在2年之内要首飞，而且可以跟 F-22、F-35等有人战机一起协同作战。好，除了 F-45之外，现在 F-47美国的第6代战机也说开建了，2028年会来进行首飞。美国的空军参谋长艾尔文哦，非常有自信哦，说这个光出拳还不够，必须要让对手知道你有能力来击倒他们。好，那中国这边呢，当然也会很关心，大家认为他现在有海上的思路，这是什么呢？其实还是要先看到是中国媒体报道，有货运商估算哦，其实现在中欧班列已经被这个拦截了，因为这个说俄国的无人机入侵波兰的边界，因此关闭哦，所以这个货柜班列呢是滞留当中，那这个影响到了大概有1万个运往欧盟的一个标准货柜是滞留在波白边界。好，但问题大家就想到9月15号王毅不是才去过波兰嘛，而且还承诺说共同的保障中欧的班列要通道安全顺畅，结果王毅一走，波兰立刻关了口岸哦，大家说180度的态度大转弯。为什么？分析指出说，这一定不是波兰的意思，而是这个美国安插在欧盟内部的一个钉子。波兰能放弃中国跟德法的利益，无疑就是背后有美国的受益。好，但是中国恐怕也知道说美国会来这么一招，所以呢，其实他们也有首条中欧北极货柜快航也正式通航了。好，央视报道说，伊斯坦布尔桥这个轮渠道是用北极东北航道直达欧洲到弗利克斯托港的单程运输时效
只需要18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就说嘛，这是一个冰上丝绸之路已经来了。那这个8天的航程也帮助了顾客把库存周转的天数压缩近1半，所以节省了财务费。那冰上丝绸之路提升中国对欧洲出口竞争力，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所以也增强了中国在欧洲的一个话语权。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很想要四方的围堵中国，但是中国大陆都会留一招，也是要来这个对抗美国。好不好？我们很关心川普跟习近平见面 ，APEC 有机会吗？先问赖老师。我觉得机会很大，但是是一个场边会。如果说这一次的场边会谈得不错的话，很有可能明年或者什么时候啊，那川普就会到北京去进行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其实还是比较重要，但是这个它的前提是要与双方之间谈得越来越好，创造更好的氛围。那要怎么样创造更好的氛围？也就是说，都要释放出善意来啊。这是美国众议院，因为他们众议院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就是有关于预算的问题，拨款嘛啊。所以众议院管的钱比较多，在这个部分，这是由跨党派的这一些民主党的副主席兼这个军事委员会也就是这一次的团长率领，跨党派就是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的议员，还有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的议员等5个人到中国来访问。这是跟以前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他的这一次的费用是由美国的联邦政府，就是白宫他们这边支付的。那这是代表什么？代表就是川普是很支持这一次的访华的活动。他来到中国大陆，除了跟李强见面以外，我们看到他跟何立峰谈经贸的问题，然后跟董军就谈军事的问题。因为他是外交委员会跟军事委员会，他们谈的比较多还是军事问题。就在谈话的时候，就是昨天9月22号，央视公布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震撼了全世界，也就是福建舰的3个重要的舰载机，它起飞回收。这个非常重要的舰载机是我们先看到空警600，由于这个电池弹射中国大陆采用的是直流电，美国采用的是交流电。那直流电本身的稳定度比较高，推力比较强，所以它可以推3吨到35吨，也就是说，这个空警600它的载重比美国的航母的空中预警机还要重，所以它推的上去比美国的预警机重。另外，它把这个歼 15T 推上去，多重要！歼 15T 是30吨了，你想想看，它满油满弹，它整个能够推上去，而美国的福特号的推重力25吨，少了中国10吨。美国虽然是核动力航母，中国是传统动力航母，但是很明显的，中国的推力比它大，这代表什么？后来居上。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压力很大。美国的第2岛链基本上就守不住了。另外，空军部部长不是参谋长空军部部长在这2天在演讲的时候，他就谈到，他说他刚开始还以为他看到的报告是那个写报告人写错了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可是他看到报告是写中国，也就是中国的6代机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他觉得你写错了，怎么可能？结果他再度的确认了以后，确实中国6代机发展的比美国快了。这次的长春的航空展我觉得它很重要的展示一个部分，就是把歼20静态展示。上一次歼10C静态展示的时候，没几年歼20就问世了那现在歼20静态展示，我们估计中国大陆的6代机没有多久就问世了，就出来了。可是美国的6代机原型机要到2028年，那等到它3-5年在测试确定能够定型能够量产的时候，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了。美国在6代机这个部分落后了，所以看起来6代机是一个美中大大角力的关键因为美国有可能会落后这让美国怎么挂得住面子呢？将军，没关系，挂不住面子的话，用嘴巴讲就讲赢了这个我跟各位讲，这 F-47真的我称之为吹牛马屁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美国这空军参谋长昨天一看，哎呀不得了，
这个中国福建号成军了，哈，这个弹射成功了。他马上说我们 F47啊，这个今年3月份这个公布的 F47，他要在哪一年完成第一架飞机的这个原型机的试飞呢？2028年，哈，哎，这学问就来了。你知道川普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当这个看到中国的歼轰36起飞的时候，川普怎么讲的？你知道，我们 F47已经试飞5年了。现在你是不是这个参谋长自己在打脸你的川普？所以你现在来讲还说2028年才第一架原型机才要制造出来，可是川普那时候是说这我们已经试飞5年了。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你去看川普讲的。你看第二个笑话，我讲给各位听。川普讲说，我们这 F47哦，这个一看到这个中国的歼轰36是3颗引擎，他说我们要4颗引擎。我操，我老天爷啊，这个川普的脑袋怎么想的我不知道。第三个哈，你看这家这个是 F47六代机，它交给哪一家公司来这个建造呢？波音公司。大家听到波音会不会有一点心惊胆跳？对。那目前来讲，客机一天到晚出问题，那你现在制造这个军机会不会有问题？当然，这个波音收到这个订单以后，这个他公司第一个反应就是员工罢工。为什么忙员工罢工呢？我们收到订单了，我们开始要加薪，你不给我们加薪，我们就罢工。这是波音公司的反应。那再来，你看他们为什么说2028？我为什么说马屁？第一个 F47就是迎合川普他第47任总统。第二个，他为什么说2028年要试飞？今年2025年年底了，2年多之后，他第一架飞机就要做出来。那为什么要定这个时间呢？因为川普任期到2029，希望在川普卸任之前，他有个具体的成果出来，所以他定在2028。各位，你想想看，飞机哪有说这个制造来讲的话，你说我不太相信说，以美国波音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它这个10几年之前就已经设计出来的东西，那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另外，我再讲一个笑话，你这个无人机你知道是哪一家公司？洛克马丁。洛克马丁因为他没有拿到订单，他就自己花钱去研发。你自己花钱研发，你认为这种6代它设计出来的中程僚机可以跟这个波音公司，因为2家互相竞争的公司嘛，他们能不能够整合呢？对，我们当然希望说是这个战机本身它带的中程僚机是同一个系统才可以配合作战。那现在各搞各的，波音他拿到订单做 F47，这个洛克马丁没有拿到订单，他自己研发中程僚机，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工业真的快印度化了。我们接下来问苑教授。我跟你讲，外交无小事。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的话呢，大家都要除了解读新闻以外，又要知道他们底下的形式的意义啊。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呢，美国国会团由这个史密斯所代表的，它里面的话呢，去了包含了几个重点啊，大家要注意啊。原来的话呢，美国国会都是跟中国闹的，什么反对中国法案又是什么绝对不要去中国法案搞了一大堆乱七八糟，都以这种美国民主的姿态。那这次完全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史密斯所建的这个，除了建了商业部又建了这个董军这个形式意义非常强。然后还有一个重点，他最后讲了一句话，大家讲说，我们国会应该常来不应该是6、7年才来一次这说什么意思？大家要了解，这个就是93阅兵的直接的作用大家心里要了解，把这2件事连在一起想。93阅兵的时候我自己看完以后我觉得他不是针对绝对不是针对台湾也不是针对日本我跟你讲，甚至也不是针对美国打仗用的。我跟你讲，93阅兵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第2条消息，就是中美海空角力赛。大家要记住，你要回头翻历史就知道，美国是怎么样把苏联拖垮的，就是军事角力赛。这次哇，一下就冒出来了 F45，一下又冒出来了 F47。刚刚闹笑话一大堆。以美国现在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它的生产的成本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出来，只有花大量钱。那个 F45什么都没有就开始先来200亿。事实上，大家也可以知道，美国现在生产任何东西，尤其是跟军方相关的非常贵，因为美国议员都讲到拿出一包螺丝钉都卖5万块美金，那开玩笑，在大陆的话，搞不好500块人民币都买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进行了军备竞赛的话呢，长期来讲的话呢，不用长期了，2、3年之内就会把美国拖得很惨，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然后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大家要了解，波兰哪来的胆子什么一带一路的火车说停就停，中欧班列说停就停当然是美国叫他停下来的嘛。那波兰现在的话呢，大家记不记得立陶宛在听到美国给他的命令的话呢，在那边死捉活捉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像波兰情况下来讲的话呢，刚刚主持人提到讲说，王毅不是刚去吗？难道就没有用吗？
当然了，也就是带着副案过去了嘛。大家知道嘛，就是冰上的这个思路，也就是要马上就要开始运作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波兰的话呢，自己要不赚钱的话呢，那慢慢的话呢，也就是说要跟中国在这个贸易上也要脱钩断链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是貌合神离。好，我们看到以色列空袭酿5死黎巴嫩说死者里头包含了是美国父子4人好，当然是无辜的平民丧生了。但是目前在巴勒斯坦国这里有承认潮。好，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态度大家就是会很担心说，这个以色列真正该怕的应该是美国人。心变了。好，其实呢，相较于巴勒斯坦，现在更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比例已经降到了25年的一个最低点。2022年42%的美国成年人其实是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如今是升到了53%，这比例是提高的。好，那美以同盟现在一直不断的在逼嘛，所以很多人觉得已经逼出了复仇者的联盟我们看到联合国安理会上面，美国再次的动用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强行的否决由10个非常任理事国共同提交的涉加萨停火的决议草案。那美国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坚定的支持这个铁杆的盟友以色列好，那我们看到这画面其实也有这个美国人是大屠杀同盟这个政府真可耻的这个讲法，我们来大家看一下。You're complicit in a genocide! The Israeli terrorists are committing a genocide, and the U.S. Congress and Senate are complicit in funding the bombs that are forcing children to be slaughtered and massacred. Shame on this governm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complicit in genocide! 好，这位女士呢，其实就是美国陆军退伍的军人约瑟芬·吉尔伯她是认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加萨的战争，她予以谴责。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像是这个有10个国家已经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嘛。好，以色列放话说这战争目标不仅限于加萨，非常的大好，我们来看到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当中，已经有157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对这件事情表现相当的冷淡甚至还威胁大家说，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在加萨那我们看到是法国这边也承认了巴勒斯坦是国家。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宏的说法。Je déclare que la France reconnaît aujourd'hui l'État de Palestine. 好，鼓掌当然这个是以色列巴勒斯坦的代表国，当然是起立鼓掌嘛。但是以色列现在是不是有最大的麻烦呢？我们看到其实这画面上有很多人是对于这个现在以色列非常的不满像是欧洲支持巴勒斯坦国游行潮，那意大利有数万的民众上街控诉以色列杀戮支持自由的巴勒斯坦，所以现在以色列恐怕会面临一个国际上面大家对他们不满谴责的一个声浪。好，那当然以色列现在也暗示说要回击巴勒斯坦国的一个承认潮。我们看到 CNN 怎么讲呢？他说现在这个被视为以色列盟国的英澳加，然后近日都相继的承认巴勒斯坦，那刺激以色列进一步的暗示对约旦河西岸的并吞行动。那纳坦雅胡本来做的回应不多，但正是川普政府公开支持，所以才让以色列仗着这层的外交保护伞，自认为可以无所顾忌的来行事。好，我觉得以色列不只是要担忧，其实连川普自己都要担忧。我们看到之前不是讲过说他有威胁要夺回巴格兰空军基地吗？但是现在阿富汗塔利班
非常的强硬哦，说好啊，那我们准备再打20年哦。好，这个是阿富汗代理防长哦，这个雅库布引援多哈协议哦。他说，其实美国曾经承诺不会针对阿富汗的主动用这个武力跟威胁。那当美国在寻求2021年保留军事基地时，就已经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留下来，我们就准备再战斗20年。所以美国就离开了。所以他说，我们现在也不得惊啦。好，那塔利班部长则称美国无人机在夜间都在阿富汗这边飞行哦，好像显示着占领将持续。那这个无人机呢，每晚都在这个上空阿富汗这边来巡逻，那也证明说，这该国处于外国占领的情况之下，阿富汗现在缺乏现代科学是没有办法保卫这个领空的。好，但是这个川普的问题还有以色列的问题，大家就说了，美以之间现在好像被国际上面真的是有点讨厌的感觉。好，这个貌合神离的部分，我们请教的是赖老师。美国的川普总统，包括国会的这些参众议员他们背后大部分的都是犹太的金主比较多，影响力很大。那在美国的社会，犹太人的影响方方面面，不管是法界，不管是好莱坞、金融界，甚至珠宝各方面都有犹太人的身影在里面，所以他们的势力很大，养了一堆国会议员。那么养了一堆国会议员，养了一堆总统，那这些总统跟国会议员，他基本上背后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在养。那他们不敢得罪犹太人，因为这个牵涉到他们的利益。可是这些政客就跟他们的人民开始产生对立了，因为当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民，尤其是你刚刚谈到的，民调里面已经53%，超过半数以上的美国的成年人看到内塔尼亚胡，我特别用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以色列军队，而不是用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人，包括以色列很多反对党，是反对内塔尼亚胡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内塔尼亚胡他凭借着美国的政客对于他的完全无条件的支持，他在加沙这个地方对于巴勒斯坦人无情的这个杀戮，这个无情的杀戮，他耗尽了所有战后全世界国际上对犹太人在二战期间被德国人、纳粹人这样子屠杀的同情。你看我们有多少人同情犹太人？犹太人在二战的时候受到纳粹这样子惨无人道的屠杀，我们都感同身受，我们都觉得这不应该这样做。所以绝大部分人是同情犹太人的，也同情以色列。可是我觉得内塔尼亚胡把以色列带向地狱了，因为当巴勒斯坦的这些人他们被以色列的军队这样子屠杀的时候，所有的画面，而且他们想封锁画面，他们不断的杀一堆记者，杀了上百个记者，因为他们不让他们的画面暴露出来，所以甚至连美国的大报的记者都被杀了，美国的大媒体的记者也被杀了，但是背后的老板不敢吭声。所以我们看到透过新媒体把加沙地区的这些人的悲惨的情况，他们说怜悯我们吧，同情我们吧，停止以色列的杀戮。当这些画面不断的传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美国其实除了台湾以外，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快崩溃了，都快受不了了。所以在欧洲有很多人反对这个以色列，反对他们的政府在支持以色列这样的一个杀戮。那我为什么会说台湾呢？你看台湾非但不谴责，不吭一声，还要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屯垦区里面去做医疗服务，这个真的是已经是超过了，你知道吗？太超过了。为什么？因为当大家都越来越多将近50个国家都承认这个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那独立建国的领土在哪里？联合国的决议是以1967年为分界点，可是我们都知道1967年之后，以色列在加沙这个地区，不是在约旦河这个地方，约旦河西岸建立了很多的屯垦区，增加了1倍。内塔尼亚胡说：“我就是扩张了1倍，你奈我何？”这多嚣张啊！真的相当嚣张哦。从他跟这个加萨这边一直战争没停就看得出来。边教授，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我讲了非常多次，说他们是父子的关系，我让大家去想谁是父谁是子，那现在看得非常明白。
我几天前跟方恩格 Ross 在台湾的犹太人一起做一个节目，他非常非常确定的告诉我，美国会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美国支持无条件，那时候呢，美国会支持以色列打卡达，美国甚至会支持以色列做中东的小霸王。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刚刚主持人介绍，全世界有157国家已经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最近这10国是属于西方世界的。西方世界原来还有像日本啊、韩国啊，那台湾更不要讲了哈，还是不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哈，还非常非常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现在不要讲以色列有多坏因为联合国通过以色列在加沙城不是加沙走廊，加沙城里面做的事情是种族灭绝。genocide 这个是已经承认的那以色列当然是不会承认，但是呢，以色列会做几件事情会针对法国。首先，这是因为法国现在在耶路撒冷还拥有主权的地方有4块，以色列非常有可能占领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以色列会扩大中东的战事，以色列非常有可能会攻击土耳其这个大家注意。那以色列的话呢，最终的话呢，最疯狂的举动的话呢就是会惹到因为最近沙特跟这个巴基斯坦有签约，对不对如果惹到巴基斯坦的话呢，就会惹到中国埃及巴基斯坦呢都会用到中国的武器。那93阅兵之后的武器的话呢，中国那我觉得最麻烦的话呢，以色列可能会惹遍全世界，包含中国。因为最近纳坦尼亚胡他就说了一句话，他突然莫名其妙讲说，卡达跟这个中国都对他们进行了网络的攻击、媒体的作战卡达他已经炸过，要炸就炸他炸卡达是炸他的使馆区大家要搞清楚，使馆区多半都是市中心他炸弹就是10几颗导弹就下去了。对中国来讲的话，这是他最后一个考量。那纳坦尼亚胡为什么这么疯狂呢？因为这个人如果不是疯狂的话，他就进监牢去了。实际上没有错了，以色列大概每个周末都有上10万的人在那边反对他了原来的话呢，他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2年了他老早就进牢了去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另外的话讲到美国本身美国根本不敢再回阿富汗去的啦美国怎么出来？阿富汗的外号叫做帝国坟场。为什么阿富汗是帝国坟场呢？因为首先大家看到说阿富汗科学落后，听起来都很难过，对不对？阿富汗刚好就是一个科学落后，所以才厉害那么穿这个拖鞋的话，跟你一干20年，开口就是20年。阿富汗消灭过大英帝国消灭过这个苏联帝国，这次的话，美国帝国在阿富汗的话呢，到现在元气都没有恢复。那么阿富汗本身来讲的话呢，川普现在想到这种事情呢，就觉得说他离新疆近，新疆在那边核试爆很接近，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的了。好，我们再来问厉将军。这个美国现在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有阿富汗这个巴格兰空军基地因为这个空军基地对美国来讲有多重要。我们从地理上面来看的话，它如果说这个空军基地，我们介绍一下。这空军基地它跑道长就有3500公尺，那3500公尺是可以做什么呢？它大概所有的重型轰炸机，包括美军现在的 B52轰炸机这个传统的，或者是说它的 B2 隐身式轰炸机都可以在这边起降。同时，大型的运输机，包括 C-17等等，都在这边，还有加油机、预警机都可以用这个空军基地。而且这空军基地比我们台湾的这种基地。这个清泉岗基地还要大那清泉岗基地已经大到里面已经有这个高尔夫球场了。那你想想看，它比这个还大。里面来讲，包括美军如果在有了这块地方以后，等于是说不只是有一个基地了，等于说有一块小领土在这个地方。那它向东来讲可以监控中国在新疆罗布泊。罗布泊是什么呢？是中国发展核武的一个基地，一个地方，还有。甘肃玉门这边的这种核洲际导弹的发射基地，那飞机飞过去，路程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对中国产生威慑核武产生威慑。那向东来讲的话，它旁边毗邻那个国家叫做伊朗大家都晓得，伊朗现在正在发展核武。那当然上次从这个以色列发射导弹打伊朗，但是打到没有结果。那如果说美军在这个阿富汗这边有这个空军基地来讲的话，它就直接可以威慑伊朗。好，我们再向北边看。北边是什么国家呢？北边就是中亚，这个吉尔吉斯这个土库曼这中亚5国在这边。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这个习近平还特别跟这个中亚5国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盟关系。这个地方地缘战略位置，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那这个中亚5国原来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你想想看，如果说美军这边有这个基地来讲的话，它向北是不是就可以威慑到俄罗斯的基地？然后向南它可以到哪里？虽然说它没有临接的阿拉伯海，但是它一样，它的战机可以威慑到这个阿拉伯海，也就是运油的路线，甚至于可以有效的支援波斯湾那边的
我们知道就是卡达美军的空军基地，还有巴黎美军的这个中央司令部的位置所在，所以这个地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可是现在当然这个阿富汗现在来讲，它是没有能力捍卫自己领空的，因为它没有这种对空武器嘛，它需要别的国家协助。可是它很穷，而且它的这个伊斯兰教这个极端的基本教育派来讲的话，大概其他国家也不太敢轻易的跟他有任何的接触，所以中国这个跟他也保持一段距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跟这个塔利班走太近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新疆自己的这种安全的问题？所以中国也不太愿意跟他走太近虽然他们之间有一个瓦罕走廊相连接，但是也不愿意跟他走太近。但是你要知道，它本身的地形就是复杂多变的地形，任何帝国从英国、俄罗斯到美国都在这边这个惨败在这边，就是因为它地形很复杂。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美国想要重新去回到阿富汗来讲的话，我们可想而知了。那你这个等于说是你这个拳头就打在红蚂蚁窝上面嘛，你就拿他无可奈何他就跟你死缠烂打弄到底。我觉得到最后美国还是没办法占领这块土地的。所以阿富汗有它的这种所谓的帝国坟场，这并非浪得虚名有。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加入我们这1个小时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一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是双城论坛原本是在下个礼拜这个蒋万安就要出访，结果现在急喊卡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先看到民进党这边是见缝插针，他是说蓝营居然还怪中央所以吴思瑶就批评说不甩锅是不会当市长吗？好，吴思瑶是认为北市府明明是自己准备布局压线送件，还嫁祸给中央，不甩锅不讨拍就不会当市长吗？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还有人放话说，这个中共喊卡暂缓双城论坛，或许是蒋万安不愿意见王沪宁，说是害怕被染色，所以中共就先暂缓了双城论坛。不过刚刚稍早这个蒋万安有讲说，他没有这样子想，他说放话的人太会编故事了。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其实据了解，北市府依往年的惯例，在2周之前就送了出访行程来进行审查，截至出发前3天陆委会不仅不回有无意见，也不审核。好，1个月前就送件的合作备忘录 MOU 也被部会已读不回，所以为了避免形成太多不确定的变数以及风险，现在北市府只能暂缓。好，所以双城论坛现在被设限了，大家就说了，赖清德过去到上海的时候，其实曾经说过这句话。我们来看到他说，以前他当台南市长的时候，也曾经到过上海交流，还讲说两岸合作，我想应该是有需要的。好，现在台南市长变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之后，这两岸交流就不需要了吗？好，很明显看得出来，双城论坛喊卡的原因跟中央介入有很大的关系。好，但问题是两岸交流一定是未来一个趋势嘛？因为这个很多国家也都要跟中国交流，但是现在赖总统只顾着要抗中吗？我们看到了29页安全指引的小局书曝光了。好，里头这是最新普发的这个国防安全手册，说希望全国超过900万的家户都要拥有一本这样子全民安全指引的小局书好，那当然这个任性委员就是很期待啊，说社会沟通是演练的一个关键，一旦给他们足够的资讯，自然会使民众愿意来做好准备。但我们要看到的是这29页的小局书里头到底讲什么呢？黑熊民防教育协会的理事长刘文说，这社会韧性就是在遇到危急的时候，其实要维持基本的社会运作，
接下来1年的工作就是要着重在社会沟通，要告诉大家说，什么是韧性啊？这不一定是要进入意识形态的讨论。好，但问题是讲到小橘书，大家就说了，跟小红书之间有没有差别？差可大了。但是有英国在台办事处的代表，包琼玉他说，其实现在面对危机有这个小橘书是很好的，他觉得很重要，根本是小红书无法相比的。大家就说，这2个比喻确实怪怪的。小红书不是娱乐短影音吗？小橘书是国防手册，这2个怎么拿来做相比呢？本质不一样，怎么拿来做对比所以大家也是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是蛮奇怪，不知道是谁给英国在台协会代表的这样子的构念跟这个概念跟想法。但我们看到民进党现在紧抱着抗中的神主牌现在看到的是金门这边沿海的5星旗飘扬10多艘的中国大陆渔船越界抢捞。好，我们看到这是因为这次台风嘛，还在这个外围环流当中我们这个华加沙强台来袭，所以外围环流带来很惊人的风浪。金门周遭海域从这个掀起了7到9级的巨浪，往来的船只纷纷就躲避风浪，挤进了沿海锚地来避风，就却发现有10多艘的中国大陆渔船是趁势的冒险来越界，挺进这个风上附近的海域，要抢捕渔获。这个场面让目击民众说真的是太夸张了。好，所以现在呢，这个两岸最危险的、最有冲突的地点，其实在金门这个海域还蛮常出现的。好，那当然现在也喊话中国领导人管碧玲说话了。这个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昨天出席了海洋素养与势能研讨会，他特别针对了是中国大陆领导人喊话。好，我们的海委会的主委这么 level 这么高，他跟中国领导人喊话，他说台湾海峡一旦封锁，航运中断，原物料也跟这个能源运输受阻，不但会拖垮地方的经济，也会反噬全国的产业链，会动摇到中国的经济基盘他跟中国这样讲，是不是有一点在威胁的态度他说，如果用海洋素养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海洋安全，得到的结论是最需要接受海洋素养教育的，应该是中国领导人好，不知道这个管碧玲这个主委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底气讲这样子的话？好，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双城论坛明明是一个最历年性的、最惯例性的这个两岸交流的一部分，现在似乎都遇到问题了。好，我们首先问是赖老师。上海是一个很高度国际化的一个城市我们都知道世界500大的企业集团几乎都在上海都设有总部。所以上海它在整个亚洲它现在已经超越日本的东京，甚至过去的香港它成为一个非常高度国际讯息、时尚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城市规模非常大1-2千万人口这么多，而且你也知道，不管航太工业还有就是高科技的工业，它各方面发展的，甚至连特斯拉都设在那个地方。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我们好不容易，我记得应该是在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双方就建立起这个双城论坛，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机会是很难得。那我们两边的交流我以前也担任过这个陆委这个有关于台北市政府的顾问担任过这个大陆市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也有帮助过这个双城的一个论坛的推动跟发展，彼此之间的相互的交流借鉴，其实对于上海也好，对台湾、对台北也好，帮助都很大。而且我们台商尤其是这个高科技的、高技术含量的台商，大部分也都是在上海这个地方居住活动，常住人口至少30万到50万左右。这些都是属于台北市非常高端的这些台商，常住在这个地方，两岸的来往。现在双城论坛停办了，我比较相信这个有关于对暂缓这个现在双城论坛暂缓，我比较相信蒋安，也就是蒋安的说法是正确的，其他人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一定是
因为这个是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台北市政府一定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就把所有的要办的这些活动，因为这个都有过去的公文做案底嘛，每一年都有嘛，而且这个范例都很简单，都很清楚，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然后要怎么做。因为我们一年是在那边办，一年在我们这边办嘛，所以这个公文是如此的明白，一点都没有问题。我相信蒋万安是一个学法律的人，他很守法的。所以他一定是按照规定送到中央去。我相信台北市政府的说法，已读不回，已读不回，已读不回，造成台北市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民进党当局出来说实话，陆委会你们出来说实话，到底发生什么事？不要找吴思瑶，你是陆委会主委啊，你立法委员吧，应该是吧？你也连台北市议员都不是嘛，你就立法委员，你凭什么帮陆委会来说话？我觉得应该找陆委会站出来说话，讲清楚、讲明白这个整个流程到底出什么问题。另外，有关于小黄书，现在这个时代，各位都是一个手机，是不是 APP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对，有必要去印900万本这个实体书吗？而且还精装的，不是精装的，彩色印刷，花这么多钱啊！这个到底有没有图利某一些人的嫌疑？我们高度怀疑。我觉得这些出版社或是印刷厂，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去了解一下，它跟绿营的关系有没有这个或者那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可能请监察委员或者是请这个立法委员他们去追究一下，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本书以后逃难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拿一本书？这个时候谁还会带那本书？更何况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麻烦你先假设一下，真的战争的时候，你把乌克兰的情况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真正战争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超商还有电，还有瓦斯，你的家里还有水，还有电，还有医疗用品都有吗？先告诉大家真正状况是怎么样再说吧。好，其实真正状况有些看电影就会知道，所以你看这小橘书不见得是真实状况，所以才会一直被大家觉得说，好像怎么跟这个电影演的真实的这个战争场面是有一点平行时空的感觉。将军，其实这个所谓这小黄书，我觉得只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一本书了。战时的时候，可能各位没体会过，我曾经体会过。我不是在战时，我平常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台湾大停电，这个因为电塔倒掉大停电。是。那个时候大概有将近1个礼拜的时间是分区供电我记得那时候我只是住在一般的公寓房子，但是由于地下的水打不到楼上的水塔，就变成我每天那时候我住在5楼，每天要爬5楼的楼梯，然后去提水。那当然除了家人喝的水我要提之外那另外来讲的话，那时候小孩还小，洗澡要用的水一桶一桶的这样提上去。那试问一下，如果战时的话，一旦这个没有电可以供应，光讲没有电可以供应，我跟各位讲你不要讲社会韧性，你冲马桶就冲不了，这是现实的。不然如果说这个地下水没有电打到顶楼的水塔，那你怎么会有水去冲马桶？光这件事情你们去想就可以知道。那尤其是战时的状况，一定是敌我犬牙交错嘛，敌我不分嘛。今天你占领的这块，明天我占领的那块地方，你根本就分不清楚这个敌我接触线在什么地方，那你叫民众往哪边逃？尤其是我们台湾都是城市地区，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不要光用印这些书来欺骗我们老百姓。战时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真的是整个如果打城镇战，真的是地狱景象的一片。那另外来讲，我们看金门这个地方昨天我特别很感佩这个大陆这些渔民这个你看这个海浪有白色点，我们通常来讲海上的话只会见白3级浪。如果说有白点的话，那个大概其实你现在岸边看到有白点，但你真的到海上去的话，那风浪就很大。因为我以前经常在这个金门外岛地区，我要巡视各个离岛，大胆、二胆啊，这个东定啊那些，所以只要外面像这个有这个波浪来讲的话，你要出去那个船是非常颠簸的然后，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我想说是不是我们海巡这个时候因为外面风浪大，所以说他就没有出勤？但是大陆渔民他们真的蛮刻苦。真的是冒着风浪的危险出海捕鱼由于这时候那他就很自然就越界。我想我经常有时候开玩笑讲，我说鱼是不是也会投奔自由啊？对不对？喜欢游到金门这边来？其实不是因为这个金门这边因为是这个渔民来讲的话比较少，所以这边鱼太
这个海洋的渔业资源比较丰富，所以大陆很多渔民他喜欢越界过来到这边来捕鱼，他只要下来一网下去捞回去就够了。你知道金门河海边的鱼多到什么程度吗？我们曾经阿兵哥这个受水到往里面海里面跳的时候，那鱼就会跳到桶里面来。就我只要说在那边弄个石头拦起来的话，鱼就会游进来。所以那边海洋资源是非常的这种丰富。但是我们讲这个管碧玲这个你今天你居然这个去跟大陆教他们说什么叫做海洋资源，我觉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好笑？这个你管碧玲你坐过船没有？我记得去年来讲的话，你在这个金门撞船事件刚发生的时候，你还说不要理他，我们这个我们的两岸之间的小三艘船继续跑给他追，这是我们管碧玲讲的话。那你想想看，如果用这种人嘴巴讲出来，我们那个游艇你怎么跑得过人家的大陆的海警船？你怎么跑得过？那你居然用这种不着边际、这个事不关己的话在那边讲，你毕竟不是海洋出身的嘛。大陆来讲，它一定会向海洋发展嘛，所以海权就是如此。它不但要你台湾，它不但要你台湾海峡，它甚至要到第2岛链、第3岛链去。它不但要到太平洋发展，它还要到南海发展。它不但到南海发展，它将来还要到太平洋，还要到印度洋去发展。所以他现在人家搞了3艘航空母舰在那边，结果你管碧玲在那边教人家说什么叫做海洋，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说是一个幼稚园的学生去一个大学研究所博士班的，你教他说，你要认识海洋，海洋长什么样子？所以真的，我觉得管碧玲讲这种话，更凸显出来他的这种就是短视啊。这个人家讲说，这个没有见过这个大海的人，你怎么去跟他没有夏天的虫，你没有跟他讲，没有办法跟他讲冬天的冰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形。好，所以有时候不说话反而比较好哦。好，岳教授。沿着管碧玲这个现象再继续讨论呢。我们平常在这个节目讲说，川普需要加强政治教育素养。我是个平民啊，我可以评论的。管碧玲是代表政府啊，他是海委会的主委啊。你讲这种话的时候呢，就僭越了位置啊。这里头当中讲到双城论坛啊，我就讲一句实话让大家听啊，就是上海跟台北的建设差了大概有多少倍啊？我讲的上海有2300万人呢，全台湾才2300万人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据以前的历史传统延续下去。大家知道吗？从这个上海上去到苏州这边的距离包含了这个昆山有150万台湾人住在那边的，有很多人在那边每一个人在那边都有亲戚那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比台北繁华，比台北大。大家不相信的话，你看我们台大对面有个金州街去看看嘛，40多年来房子都一模一样都没改变这个我讲的实话嘛。我们在台大是台北市中心大家看到上海当中随便找一个点都金碧辉煌馆长讲的都是实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把握这个机会不好，居然的话呢，还要说是这个刁难，我相信一定是刁难。为什么？因为这个《自由时报》讲那句话，还找了个学者来分析大概是王沪宁想要见蒋万安，蒋万安都不敢去。你知不知道王沪宁是谁呀？大陆非常讲究这个对等的关系就跟管碧玲在讲，我觉得中国领导人，我觉得美国总统现在应该尽量开放签证。你什么东西你讲这种话，你大家听不听？这个是重点，这个是大家渔民的教育内容对不对？你必须要搞清楚，你还是《自由时报》登出来的东西，要让大家了解。而且我说句良心话，那个英国人简直也糊涂了，小红书跟小橘书混在一起，那搞不清楚。小橘书是多此一举，根本没必要，谁会读这个谁敢相信要轮到战争的时期哪一个人想过这种问题我没碰到过任何一个人战争时期我遇到的人大部分都是一走了之，剩下人的话呢，基本上要自己干嘛的干嘛。对不对？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你浪费这个钱干嘛？小红书人家是有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功能小红书是不谈政治的大家知道我到小红书总部去参观，小红书本身是提供你生活上的方便，小红书是提供你最重要的资讯，时髦是年轻人的最爱，连外国都叫做 Red Note， 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那在这种情况下都不知道，那我平常碰到的人对大陆已经无知到这种程度，那课还怎么上很感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